在扎波罗热攻势开始冷却的时候，乌克兰其他战线却开始升温。比如原本就是焦点，但因为其他战场的惨烈和焦灼，暂时夺走人们视线的巴赫穆特。但到了近日，乌克兰宣布乌军在巴赫穆特取得大捷，下一步就是围困巴赫穆特的5万俄守军。时至今日，其实所有人都明白巴赫穆特是一座重镇，但并非不可替代。此前火力军也曾详细分析过巴赫穆特。对于乌克兰与泽连斯基来说，巴赫穆特的象征意义更大，因为这是俄罗斯侵略的象征，同时也代表着一份决心。所以在今年5月底，乌克兰丢掉巴赫穆特之后，总参谋部就一直在筹划重夺巴赫穆特，并且还让乌克兰陆军总司令希尔斯基来负责。俄军占领巴赫穆特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乌军想要夺回来，肯定需要的不只是1、2天。所以乌军最先盯上的就是巴赫穆特以南不到10公里的克里西夫卡村和安德里夫卡村。这个思路没有错，但不止乌军这么想，俄军也是这么想的。自6月初开始，乌军调集了不少战斗力强大的部队，甚至包括大量雇佣兵在内的兵力，轮流进攻这2个村子。但在俄军的立体防御下吃了不小的亏，因为俄军在拿下巴赫穆特之后，就开始构筑各种防御工事，对这片战场进行了周密部署，包括铺设大量地雷，准备大量火炮等，至少构筑了3道的封锁线。乌军在这4个月内曾多次进攻克里西夫卡，但每次乌军将固守的俄军歼灭或驱逐出村，打算进驻并准备防御俄军反扑时，就会遭到俄军炮火的袭击，不得不退出村，任由俄军从容不迫地再次占领村子，建立防线。在9月11日的时候，乌军在付出一个机步营和一个中校营长的代价之后，终于进入克里西夫卡的中心，将俄军压缩到村庄东北方的一小片区域。虽然乌军又调集了大量炮火对俄军阵地进行覆盖轰炸，虽然之后的几天并没有传出其他消息，俄军可能也进行了有限规模的反击，只是没有成功或进展很少。毕竟乌军调集重兵要拿下克里西夫卡，防守的俄军第72摩步旅本身也不是精锐部队，能坚守这么长时间已经是超额完成任务了。在这次决定性的战斗中，乌克兰军队采用了巧妙的战术，占领了周边高地，不断向俄罗斯军队的阵地发射流线弹和集束炮弹。这种战术迫使俄军不断后撤，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。与此同时，乌克兰武装部队亚速第3突击旅宣布，在夺回克里西夫卡的同时，乌军对巴赫穆特南翼的安德烈夫卡发动了闪电行动。在2天之内，守卫在安德烈夫卡的俄军第72旅几乎全军覆没，包括情报负责军官、3名营长在内都被乌军消灭了。俄军第72旅前旅长维尼维丁中校也间接证实了该消息，因为在得到第72旅全军覆没的消息之后，维尼维丁就一直尝试着联系曾经的旧部下，但都没有获得回应。火力军上次听说这支部队还是来自瓦格纳的控诉，也就是5月10日，乌军在巴赫穆特部分地区发动了反击行动，其中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的攻势非常猛烈。乌军出动了以第3突击旅为主的反攻部队，配备58辆坦克的欧式装甲突击车，在黎明前对俄军的第72机步旅控制区域发动突袭。截止至11日晚上，俄军侧翼阵地已经落入乌军手中，第72机步旅竟然一触即溃，全面溃离原防守区域，导致乌军外援部队夺回了巴赫穆特市西南部约8平方公里的城区，并使巴赫穆特南翼侧翼被乌军撕开一块近2公里长、纵深500米的裂口。发生这件事后，普里戈金怒斥第72旅是俄军耻辱，就是因为正规军的无能，才导致瓦格纳损失惨重。当时火力军很理解普里戈金的心情，没办法，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就是弱，是俄罗斯在去年秋季组建的一支部队，由俄罗斯各州志愿者组成，缺乏军官，缺乏士官，同时也极度缺乏重型武器和反装甲武器，在俄罗斯正规军中都属于战斗力非常薄弱的部队。而这位中校也是我们的一位老熟人，此前还曾被瓦格纳俘虏过。在今年6月份，瓦格纳开始撤离巴赫穆特的时候，维尼维丁曾下令第72旅的工兵在瓦格纳撤退路线上铺设地雷，结果却被瓦格纳提前得知，导致包括维尼维丁在内的多名72旅军官被瓦格纳俘虏。瓦格纳还公开对维尼维丁的审讯视频，维尼维丁中校在视频中承认，他是因为个人敌意才在醉酒状态中下达布雷命令的。当时瓦格纳还发动兵变，尽管已经与俄罗斯国防部面和心不和，但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俄罗斯肯定要给瓦格纳一个说法。
于是就将维尼维丁召回了。谁成想维尼维丁因祸得福，避开了第72旅被全歼、丢到安德烈夫卡的重大军事失败。在总兵力上，第72旅拥有4000余人，但从乌克兰所发布的每日战报来看，这数千人并不是在一战中被歼灭的，而是自参与入侵后不断被削弱打击的。根据乌克兰的说法，第72旅一直都面临着弹药不足的困境，前线士兵在缺少武器弹药的情况下苦苦支撑，希望能获得后方支援。但遗憾的是，俄罗斯国防部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援。据一名乌军官员透露，乌克兰也曾考虑对72旅停火，以便双方都能得到人道主义救助，但俄军高层以重兵围困安德里夫卡的方式，迫使乌军不得不展开进攻。后来，俄军第72旅的困境进一步加剧，因为连督战队都撤离了。所谓的督战队，就是俄罗斯为了防止前线士兵溃逃组建的，只要有俄军士兵向后逃离战斗，就会遭到无情追杀。然而，在安德里夫卡的攻防战中，这支督战队为了保全自己，选择提前撤离了。这一举动无形中加剧了第72旅的孤立。在此次战斗中，乌克兰不仅歼灭了72旅，同时打残了俄军王牌150摩步旅、黑海舰队的第810陆战旅，以及来自太平洋舰队的第155陆战旅。这几支部队可是俄军在乌东战场的王牌精锐，地位相当于二战中德国的骷髅师，但依旧难逃重创的命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乌克兰还提到，在拿下安德烈夫卡，还有不少俄军向乌克兰投降。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投降现场遭到了俄军炮兵的打击，投降的俄军与受降的乌军都出现了伤亡。俄罗斯这点做得有点不厚道了。相较于歼灭第72旅，打残几个俄军王牌精锐，拿下安德烈夫卡的战略利益貌似更大一些，因为这能让乌军撕开巴赫穆特以南的俄军战线，然后进一步突破，同时还能威胁到俄军向扎波罗热前线的调兵行动，这对于乌军的整个南线战局都有着巨大意义。此次突破安德烈夫卡的是乌克兰第3亚速突击旅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次乌军并没有急着插上宣示主权的国旗，而是拍下了某个房屋上依然屹立的瓦格纳旗帜，在残破的建筑和蓝天的衬托下显得格外讽刺。这一招真可谓杀人诛心。普里戈金若是看到这一幕，估计还要炮轰俄罗斯国防部，甚至是直接带着瓦格纳雇佣兵再上克里姆林宫。当然，这种事无法发生了。但乌军这个举动依然能让那些幸存的瓦格纳雇佣兵难受不已，因为巴赫穆特这片战场可是这些人一点一点抢过来的。安德利夫卡位于巴赫穆特以南约14公里处，在今年年初的时候，为了掐断乌克兰对巴赫穆特的攻击，瓦格纳对周边的村落扫荡了一遍又一遍。在乌克兰输掉巴赫穆特战役之前，巴赫穆特周边的大部分村子都已经被瓦格纳攻克，乌军掌握的少数防御据点与高地隘口也基本被拿下。俄军在巴赫穆特南翼建立了防御屏障与前出阵地，使得乌军在相当长一段的时间内无法对巴赫穆特造成任何威胁。为了守住巴赫穆特，俄军还多次调集兵力增援巴赫穆特，目前整个巴赫穆特至少有5万俄军。但让俄罗斯没想到的是，克里西夫卡与安德里夫卡先后丢失。乌军收复安德里夫卡后，意味着前线已经从克里斯奇夫卡推进到库尔久米夫卡的铁路线，严重威胁俄军补给。另外，乌军还向克里西夫卡以南的库久米夫卡发动了进攻，只是目前还没取得进展。但一些俄罗斯博主担心，库尔久米夫卡的丢失只是时间问题。乌军就想利用巴赫穆特死死拖住俄军第98步兵师、第83机步旅、第11步兵旅、第31步兵旅以及第364特种步兵旅共约5万主力部队，使其完全无法从此处调兵增援扎波罗热东西线战场。一旦乌军在南北翼同时进攻，位于巴赫穆特的5万守军就危险，因为这3座村庄不仅控制着巴赫穆特城南的高地群，还是俄军补给线的关键隘口。毕竟俄军的后勤补给仍然存在问题，虽然俄罗斯军工业可能在几年内将炮弹产量提升到每年200万发，但这个产能远远无法满足俄军在战场上的消耗，因为在去年俄罗斯就消耗了1000万发炮弹，这也使得俄军的持续作战能力正在减弱。尽管俄罗斯正在进行一些尝试，但乌军炮兵占据制高点，使用集束弹药不断打击俄补给线，这使得巴赫穆特的补给行动非常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俄军的困境将越来越严重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乌军如果想要重新拿下巴赫穆特，城南3村则是必经之路。曾经战斗力强悍的瓦格纳雇佣兵都没有彻底打败乌克兰，
现如今缺少弹药与火炮支援的俄罗斯正规军能打败乌军吗？显然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而且在9月17日，乌军又占领了克里斯奇夫卡位于巴赫穆特以南约9公里处。目前巴赫穆特战线北翼战场的乌军已经推进到距巴赫穆特城区约13公里的地区，作战目的就是死缠俄军，最大程度增加俄军消耗。而南翼战场的乌军也已推进到距城区6公里处，至此对巴赫穆特的前行包围已经形成。不过需要指出的是，在这3座村庄以东的几公里处，俄军仍然控制着 T512公路。在这条公路以东还部署了第150摩步旅、第4摩步旅、第39近卫摩步旅、第98空降师以及第31近卫突击旅等一大批部队。如果俄军沿着公路布置火力点，可能将对乌军行动造成威胁。按照这个情况估算，乌军在拿下这3座村庄之后，距离发动第2次巴赫穆特战役还有一段时间。不仅是因为这几个村子离巴赫穆特外围仍有好几公里，需要乌军一点一点去啃。更重要的是，铁路线以东 T513公路东侧还有俄军重兵布防，想要突破这里，乌军就需要具备一击打穿全部防线的能力，要不然可能将陷入消耗战。这对于俄乌来说都不是一个好结果，毕竟现在都耗不起。至于什么时候对巴赫穆特发动总攻，已经不取决于俄罗斯，而是乌克兰什么时候做好准备。外界认为乌克兰的主攻方向仍然会是扎波罗热方向，通过收复托克马克、梅利托波尔、别尔江斯克一线，切断俄军从俄本土通往克里米亚的陆上通道，因此才会选择拖住巴赫穆特的5万俄军，避免俄罗斯将其调往扎波罗热战场。好了，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